来到 Calvin Klein 的直播间啊，大家辛苦久等了。然后我们今天终于等到了刘雨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我们的直播呢是关于一日女王的养成，所以呢会从你的一天，或者说是你的空闲的一天，或者是工作准备的一天，包括创作啊、舞蹈啊一些不营业的时候的东西，去展开来聊一聊啊。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后面有一张你拍的这个 CK 的广告 Underwear 的一个大图在这边。对，然后你的那个动态的视频的广告我也看到，也觉得很厉害，因为身材很好，然后又有一些舞蹈的律动，让人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之前女明星里面其实是比较少拍这种很运动感、很自信的这种身材的这种运动的 bra 或者是内衣的广告的。想知道一下你一开始接触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个代言的内容的时候，你心中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吗？会有一些害羞啊或者什么的一类的这些心路历程。对，首先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让大家久等了。然后呢，我想说跟 CK 合作是因为其实CK 的很多品牌的理念，我觉得是非常自由，然后很大胆，然后有真我觉得跟我很多的想法是很契合的，而且会有很多共鸣点。然后其实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会觉得其实第一次会穿的比较少，对，然后我会拍摄的时候会让可能也有我身边熟悉的工作人员，然后也会让大家可以在 BGM 那边去看我的拍摄，但是现场只能有摄影师或者一个打光老师还是会有一些害羞。对，但是为了达到这个就是成片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看到整个肌肉线条啊什么的，就是马甲线啊，这个都非常的清晰。那你为了这一天的拍摄，你之前有做过一些什么突击的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肌肉可能平时一直可能都有，因为跳舞啊就会健身啊，但是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努力为这一天吗？在这拍摄之前的1-2个月吧，有开始每天早起的时候跟晚上睡之前都要做一下运动，对，都要练习一下腹肌。那在拍摄之前需要让他，因为有些拍摄可能会说需要脱水啊，然后不吃盐的东西啊，然后可以让它显得更清晰。你有去很刻意的做这些事情吗？这个倒是没有，因为我的体脂会偏低一点，对，所以可以透露你的体脂有多少吗？体脂我倒不知道，但是有去健身，然后有测过，说是比较偏低，所以我只是想说，怎么能够把在拍摄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整个的成片看起来更好。对，你说就一些律动的这些东西也是你自己一个随性在那个广告中去律动的是吗？没有顺便的安排？因为平常的一些广告拍摄，其实没有说只穿我们的 Underwear 的系列，对，然后去拍摄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也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我自己在适应，也在学习，然后我觉得出来的效果我还挺喜欢的。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你自己的成片和那个广告的视频的时候，你会因为我看到很多粉丝非常想知道你的 reaction 是怎么样，心理的过程是怎么样，会有一点点有点不敢看对，很不敢看，但是到后面呢，慢慢看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棒还是蛮健康的。对，很健康。这个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很多我们之前的一些内衣广告中，包括国内比较少会有传达这样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态度的。它呢不是纯粹性感，但是它又是另外一种性感。其实觉得很棒，给大家的一些。其实拍摄，就是其实这个拍摄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吧，就是我觉得不要去害怕什么事情，然后反而我觉得去面对它，然后去面对它吧，就勇敢地做自己吧。很棒。然后这次的那个拍摄里面也会就是带到一些牛仔的单品啊，和这些 underwear 一起混搭的，然后也很有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其实很多舞台上也会穿到一些比如说 bra 在作为内搭呀什么的。那你在这个方面造型上面其实也有很多建树，因为最近看那个《潮流合伙人2》，然后你也是很厉害的 styles， 就是很会去
帮大家挑选东西啊什么的，也没有，大家也很有趣，真的是。对，那作为这个潮流这方面的一些，你有什么小 tips 吗？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对我来说我想要维持自己的一个比较 signature 的点，我可能会一直戴头带、发带。那你比如说从14岁开始跳舞、街舞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习惯是一直保留下来的？习惯，其实我习惯还蛮简单的，就是首先是配饰不能少，然后我是，比如说在潮流合伙人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叠穿的方法嘛，比如说我的西装外面其实是套了一件卫衣的，然后可能我穿西装的同时，然后里面搭了是豹纹的衬衫，然后穿了一双，有点偏毛毛的鞋，其实是类似拖鞋的款式，然后可能，一些。西装的款式，然后会配 Jordan 之类的搭配，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包括睡衣也可以外穿，我觉得这样的搭配都蛮不一样的，出其不意的。对，那你是自己想到的这些方式，还是说你会去翻阅一些网上啊别人的一些参考？我觉得都会有。比如说身边的朋友也会给一些意见啊，然后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西装外面穿那个卫衣真的还是不太见到的，还蛮厉害的。反正就是想穿什么穿什么，对，就完全是自己想穿什么穿什么。好的，然后今天你穿的这一身 look， 你有什么想给大家分享的吗？其实今天穿的这一套其实是 CK 的牛仔的 look 嘛，然后本来其实我有选了一件 CK 的偏果绿色的一件卫衣，我觉得那个颜色是非常夏天的，看到有草绿色，对，是非常好看的。然后本来想说搭在这个牛仔外套的里面，但想说可能这两个颜色会有一点点看起来没有白色 T 恤那么的对，那么清爽吧，对，然后这样会搭起来会更干净更阳光一点，然后今天就比较休闲一点，对。然后牛仔外套我也是觉得还蛮适合你，因为我记得之前你有一个采访里面也提到过，说你自己觉得自己骨架会比较小，所以牛仔外套它又有这种廓形，可以撑的就是肩膀看起来更有型之外，然后它还是很自由的，不像有一些可能西装太拘谨了什么的，对，是你平时经常会选择的一个单品，是吗？好呀。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创作的一些事情吧，就是因为你除了说在舞台上非常的酷，是个 ace， 会跳舞很厉害，然后我也是知道说原来你还会创作这一块，然后我想知道说你现在的一个创作的环境，你会习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情况下去创作？一般是会有一个 keyboard， 然后大部分是深夜的时候特别安静，然后因为特别安静，所以就晚上的时候就会特别有灵感，然后可能边弹边唱，然后旋律词就会一起出来。那如果突然就是你手边没有任何东西，突然来灵感了怎么办？赶紧记录啊！用什么记录？就是备忘录吧。你会哼下来吗？如果是个 melody 或什么一类的，我会先存在手机里。就是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吗？会，然后等有更多空余的时间再把它延展。完整。因为我之前看到你说有一首歌也是在那个录综艺的期间写成的。那个其实是综艺之前，去年的时候。已经写完了。对，但没有机会给大家唱到嘛，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好的。对，好。然后，那你有什么比如说，因为创作的时候，一般像你说都是深夜比较 casual 一天在家的这种感觉，你会有什么一些癖好吗？比如说什么，有些人会不能穿袜子，一定要吃个什么东西什么一类的，这种小秘密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会穿比较偏宽松一点的，然后比较舒服一点的，没有束缚一点，对，比较没有束缚的，对。好的。然后那因为其实做音乐也需要听很多音乐嘛，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比较喜欢的，不管是音乐类型也好，或者是歌单，最近循环最多的。循环最多的应该是我在准备的内容，自己的对新的内容。对那粉丝就有福利了，可以听到新的创作了。还在准备中，希望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吧。肯定，大家一定会支持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于
vocal 这一块，因为其实你自己，我看到很多现场，你在唱跳的同时，vocal 是非常非常非常稳的，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会以后尝试一些非常纯粹的 vocal 的歌曲，就不是和现在就是唱跳？其实一直都蛮想出纯抒情的风格的歌，所以是有在准备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暂时是一个小秘密。好的。那你有想象过，如果你唱一个比较抒情的 vocal 的这种歌曲的时候，会以怎么样的一个舞台或者服装的形式去呈现吗？你想象中的？我会觉得肯定是以干净吧，然后干净简约。就是干净，就是跟 CK 是一样的。就是比较有温柔力量感，就是不是很张扬的。对，这种形象，你之前尝试过这种？尝试过啊，我一般抒情歌都会选择比较白色啊，然后干净一点的。好的，然后也看得出来你对这个造型什么的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知道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想要穿什么类型的衣服。所以呢，然后关于音乐，我们现在就要抽出第一个粉丝福利了。但是这个粉丝福利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获得的，一定是要非常了解雨欣的雨伞才可以获得这个福利。这个规则呢是这样的，它叫女王节奏由你猜。我会就是读出一句雨欣歌词中的歌词，当然我可能读的没有他那么厉害，就是我可能就是平白直述的读出来，然后粉丝在这个屏幕前就要快速的打出正确的下一句的歌词，好吗？大家做好准备了吗？这个不但是要看手速，还有脑子，对不对？大家都准备好，我现在就要开始了。Back off, stay cool and just be true。对，好，还有这种内容呢？对，有考试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到的。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好，我们看到有一些屏幕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提醒一下各位粉丝啊，是我们要把歌词下一句的歌词打出来，而不是这首歌的歌名哈。好，然后。我现在看到很多歌名，我这么一看，感觉现场灯光有一点黑是吗？哇，我显得好宽啊！好，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大家注意是下一句歌词，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哦。我们3、2、1，然后等会儿请雨欣你给我倒数，好，然后我来截屏的顶上的。过去。我对，这样截好。对，来，然后你来喊3、2、1。好，截屏出来了。是所有人吗？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完全答对的，你要看到是这一位吧？是不是应该是这一位？频率加速每一分钟，是对，应该是这一位对吧？是吗？应该是这一位吧？他不是一个人，就是这两位是个接龙，这两位现在是个接龙的概念。他答对了一句，然后他答对了下一句。所以我知道了，雨欣比较宽容，就是想说只要回答前一个那一段，就是这个就可以了。你想要说长的一句，对不对？那你来决定吧。我觉得就是你来决定哪一位。那就是他们等这么久，能不能都送一下？这要问一下。OK， 我们品牌可以吗？我们说 OK， 那是这3位吗？对，我是说就是在这个截屏里的。这个截屏里的所有吗？对。OK 吗？OK 吗 ？OK， 好的。那这个截屏里面，我们要把它所有都读一遍嘛？所有的名字都要读一遍，大家看得清楚吗？蛊惑的灵魂在说舞霸，然后龙福君2，然后有 EX Minds，小米优，章鱼福啊，然后 Forever KJK。我读不来这个词儿了，那你就读字母也可以。怎么 ANONYMOUSLY， 然后还有最后这一位也是最后这一位不对，它不是重力加速是频率加速不好意思。就刚刚读到这些名字的呢，在微博的直播间读到名字的中奖者，麻烦你们到微博的后台，然后取一些联系方式，好吗？谢谢。真是辛苦你了。没想到过于宠粉，就说送1屏幕。但我们等会儿还有2个抽奖，你也要送1屏幕吗？好的，现在是下一趴的话，恭喜这些粉丝。然后我们现在转到一个舞台方面的一个
话题，就是舞蹈的话是你很小开始就接触到的一个兴趣爱好，一开始是。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我有看过一个访问，是说你最早的时候有学过一点点芭蕾，是吗？对对。然后可能就觉得不是很适合自己，然后去学习了街舞。那你是怎么在那么多舞种里面选定 popping 当时作为自己的一个专攻，这样子？那种感觉吧，就是感兴趣，对，感兴趣。但其实其他的风格都有去学的。是后来因为一些其他的演绎的一些需要去学的，还是没有，就当时的都在学。本来任何事情就是相通的嘛，所以学习其他的舞种也是对我喜欢的东西有帮助。OK，那你会觉得说女生在练习 popping 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困难吗？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可能比较壮，可能会就是先天对于一些性别优势有性别上面，就比如说胸部啊，会不会对 popping 什么的会有影响那一类的？其实我觉得喜欢就去做，就克服它。对，其实我觉得不要把自己固化吧。其实就是多去练，只要能够熬住。其实因为 popping 它的音乐会都是一样的 beat，然后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练习的时候很难熬过，很枯燥。对，所以就是要坚持。那你觉得你在给一些粉丝朋友们，因为我觉得偶像的力量有时候很大，就是我的偶像有时候在学什么东西，虽然可能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到像你这么完美，但是他们会想去尝试，会想去练习。那在练 popping 的时候，你可以给到你的粉丝们或者其他在练习舞蹈的朋友们一些什么辅助的建议？比如说，你觉得身体哪方面的力量啊是需要去练习，可以让你更好的做到这个跳舞的动作的？我觉得多做体能，然后多做俯卧撑，然后就是要坚持。坚持做俯卧撑你一次会做多少个？做挺多的吧，几百个吧。几百个俯卧撑？那体能你是靠这个练吗？还是体能你会去做别的有氧啊，或者说？体能其实因为跳舞的时候是会有体能课的，所以都是配合着一起上的。对，天哪，几百个！好的，你说这个看起来就是很有激情、很专业的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现在很快又来到了第二个抽奖的环节。然后这个抽奖环节呢，就是跟舞台有关系了，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会有4个刘雨昕的舞台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就包括就是最早的一个让大家很多人入坑的《想见你》，然后到包括后面的 Lion， 然后还有新的那个 Biu Biu。这个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家的狗叫 Biu Biu。哦，真的吗？虽然你的那个 Biu Biu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戏谑的那种，但是正好和我们家狗名字一样，所以就觉得很可爱。还有一个就是蒙面舞王里面那段 popping， 我现在就想起来，我会觉得这4个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然后我们现在呢要考的是默契，就是刚刚我们的1、2、3、4个舞台，现在让已经闭上眼睛就突然就是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都想好了。想好了。对，想好了的话，那我们现在就按代码好了，就是1、2、3、4，还记得这1、2、3、4是哪4个吗？1是想见你，2是 Lion， 然后3是 Biu Biu， 4是那段 popping。然后大家1、2、3开始，看你们的缘分啦。我们要先截，然后再公布，对吧？是吗？是吧？因为公布了，不就有人可以抄答案了吗？好像也对，对吧？那你现在就说3、2、1，我们就开始截了。那我要不要先告诉你答案？你在后面比个手势给我看样子。哦，好的，好的，我知道答案了。那你喊3、2、1。好，3、2、1，嘿。我先说，我选的是4。好了，对，答案出来了。第一位，这个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的一个抽奖哈。第一位答对的是叫 NOV， 是在哪个？对，我们看一下，然后也麻烦那个在微信视频号直播的这一位中奖的观众，可以去Calvin Klein 的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获得联系，取得你的这个刘雨昕抽出的福利，好吗？谢谢。好，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选择的你选择的是这个，是你印象最深的。
因为那一段 freestyle 其实，我觉得是我状态最好的一次，很满意，就是非常放松，然后也是很久以来没有那样的状态了，然后也觉得在那个舞台上做了很多我想做的表演，然后其实每一个舞台都是有加入自己特别多的想法，然后就是很感谢，就是精心准备，然后又完美呈现了，就是很多想法。好的。然后其实今天我们除了有一些礼物送给粉丝之外呢，因为马上也是38的女王节了，所以呢，我们也想问问看雨欣有没有给身边的至亲好友啊、妈妈啊、朋友啊什么的准备一些礼物，或者说礼物的 idea。我其实有问我的妈妈，对，但她还没告诉我。对，所以你是一个下订单式的礼物是吗？是由对方告诉你？对，但是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太小了嘛，就是可能一般38妇女节，那时候38节会给妈妈买护手霜。对，小的时候就觉得比如说做家务很辛苦嘛，就是会这样，很贴心。因为我也知道妈妈也是一位从事演艺职业的人，然后也非常有气场。如果说让你从 CK 的这些产品里面选一个产品给他，你会选择什么？那肯定是 Underwear 系列的，对，就很适合、很舒服的那种。对，就是无痕的那种，很适合比较年长的人，就是更舒服、更透气的那种。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我们又要抽奖了。而且这个奖的话，它还是一个竞猜的，也不是很竞猜，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知识了。就是说，大家要在现在是天猫的直播间的一个抽奖，大家要在下面我提出问题之后，快速的回答出，就是刘雨欣在 CK 作为内衣代言人的全称是什么？注意是全称，全称的话就是要很全，品牌也要全，然后后面的 title 什么的都要很全，好吗？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天猫的这个直播间的，完了我在淘宝，大家快点切换一下哈，我给大家一些小时间，大家注意哦，我说的全称就是要很全，就是要很全，后面就很了解了。好了。那我3、2、1了。等一下，有延误，对不对？不是，对，我觉得我给的小提示大家还没有完全 get 到。但是我想你那么宠粉，我觉得你可能就在这个下面，对，就在这个屏幕的上方有一些字母的提示，然后那个代言人的全称你们都非常非常了解了，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再完整一些的话就会更好。但相信你也可以放水。你想放水吗？可以放水。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对，我也觉得大家都知道，只是比谁打得快，大家都很着急。好，那我们就先截了再说吧。先截好屏，然后你看哪一位，给他放个水。就是这个放水，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答案，而是只是说，因为有些可能就很心急，就是会分开打或怎么样的，好吗？好的。然后你来喊3、2、1。我觉得其实这一位朋友，你看，是不是其实是对的，是对的。其实下面这一位也是对的。所以现在又要变成屏幕上所有对的都送了，是吗？我觉得是下面这一位是对的。对，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打对嘛。对。但是他有提到，因为有提到内衣会可能更 specific 一点，还是 CK 可以吗？你看吧，你做决定，您做决定。我觉得还是打对名字吧。我觉得打对名字吧。哪一位？是对，最下面这一位。这一位是因为它的顺序，看看，跟这一位吧，上面这个。对，我觉得2位吧。2位哪个？就是这个。对。蓝色这个。对，是最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哦，这个叫V，这是3个还是？IIILIN
M 应该是3个 I 啊，和刘雨欣的伞星这2位朋友获得了这一次天猫直播间的产品，谢谢，这是非常大方的又多送出来了一套，好，谢谢大家。其实应该，如果说像我比较严苛的人，对吧？我没有那么，就是应该是Calvin Klein Underwear， 就是把它打全，好吗？同学们，好的，不强，会不会打我？不强求你的那个了。好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快要接近尾声了，然后呢，有一个环节是需要你和你的这张非常酷帅的海报签一个名，然后很多粉丝在那个你的这个直播预告下面就说非常期待你和他合影。好，好吗？我现在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拿那个签名笔递上一下，没事，一样的。Oops， 没事。Sorry。哇，他今天自己掉下来了，对啊，平常都要我自己拔，而且我都拔不开，应该没有弄到。今天可以。好，好像他漏墨了啊？是吗？可能是我刚刚甩。对，让他有点睛之笔也是不错的，不止点。哎，这个很赞，有一个这种泼墨，对，有个撒墨的一个感觉。我要怎么合影？你要怎么合影？是需要对，你就站在旁边吧。我觉得大家会疯狂截图的。好了，是不是有点小小的羞耻？好了，然后呢，我们今天，我把笔放一放。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非常感谢刘雨欣这么晚了还在这边，也感谢你的粉丝这么晚了还在等着你的出现，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这个 Calvin Klein 的天猫的直播间，因为接下来天猫的直播间呢还会有雨欣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在不间断的送出。好，那还有的话，我们希望你最后能跟你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个38女王节的寄语吧，就是一些温暖的祝福也好，或者是鼓励也好。然后，因为虽然我最近不经常更新我的动态，但我都知道大家在做什么，然后也很想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我觉得，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 CK 一样真我，然后自由大胆，然后想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但是呢，我们都好好的做好自己，然后一起，更好的往前，对，也谢谢 CK。谢谢刘雨欣，谢谢粉丝们，还有 CK 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等候，然后陪我们走完这一段非常开心的聊天。谢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